楚风仍在结界仙域内快速的赶路，他在直接向那结界仙域内那座穿过云层的，宛如要到达天际最深处的通天山脉飞掠而去。楚风知道那个葬灵池一定就在那山脉的顶峰，只是尽管在这结界仙域内，楚风可以御空而行，可是却也有着一股压力，让楚风无法上升到太高的高度，甚至无法超过云层。所以楚风觉得想要直接飞掠到那山脉顶端很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在楚风看来，恐怕必须靠近那山脉后，顺着山脉向上攀爬才行。这结界仙域果然是一处奇地，尽管结界仙域内仍然有着束缚，可楚风却也忍不住感慨起来。他身在结界仙域内，能够感受到在这个区域内的天地能量中，不仅有着强横的武力，还有着一股特殊的力量。尽管这股力量很是微弱，可是的确对界灵师修炼结界之术有着不小的帮助。最重要的是，楚风越是靠近那座通天的山脉，便能够感觉到那种葬在天地中的特殊力量越来越浓郁，就仿佛那通天山脉是这结界仙域的主导，结界仙域的秘密就藏在那通天山脉之中，也可以说是藏在葬灵池之中。因此楚风对于那山脉之间的葬灵池也是越发的期待。怎么回事？他们怎么都聚集在那里？可是在距离那通天山脉越来越近之际，楚风却是忽然减缓了前行的速度。他发现在前方不远处有着一座小型的平原，那平原上有着一座座精致的宫殿，以及一座浩瀚的广场。广场之上此刻也聚集着不少人，他们来自哪里的都有，有仙冰山庄的，也有圣丹山庄的，还有来自其他势力的人。这些人有小辈，也有老者。小辈的修为普遍都不如楚风，但是老一辈的比楚风强横的可就太多了。楚风本来不想与他们有交集的，于是他用隐身阵法隐藏了自己，想要直接飞掠过那片区域，直奔那通天山脉。可谁曾想，楚风还未真的靠近那片区域，便有一股巨大的吸力笼罩了楚风。楚风面对那股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反抗，一时之间楚风失去了御空之力，就如同断线的风筝，只能随波逐流。而眼下主导楚风的不是风，而是那股吸力。那股吸力像是一只无形的大手抓住了楚风，此刻正硬生生的将楚风向广场的方向拖拽而去。与此同时，楚风的隐身阵法也是消散开来，并非楚风自己解开的，而是被一股力量强行破解开的。最终楚风就如同一道流星一般，快速的从半空中飞掠而下，最终落在了那广场之上。这竟是一座阵法。落地之后，那股吸力消失了，可是楚风却很是惊讶，因为他为了方便观察情况，一直使用着他最强的观察手段天眼。可是他却并没有发现这片区域是阵法所化，但是这里绝对是阵法所化，否则不可能有那样的吸力和破开楚风隐身阵法的力量。由此可见，这座阵法的布置者非常的强横，一定是尊袍界灵师的杰作。楚风，是你终于来了，我们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就在此刻，几名小辈很是兴奋地冲了过来，他们看楚风的目光很是和善，却也有着几分敬畏。他们都是仙冰山庄的小辈，修为都不错，大部分都是五祖巅峰，其中2名还是真仙境。虽然只是一品真仙，但是在100岁之内能够踏入真仙境者，就绝对称得上是天才。楚风是那个在仙冰山庄击败楚宪硕，并且在仙冰库内拿走一件仙冰的楚风，还真的是他。他竟然也来这里了。听说他不仅是蛇纹级仙袍界灵师，他的结界之术还非常的厉害。而就在此刻，广场上的其他人也全部都聚集了过来。不仅是广场上的人，听到楚风的名字，那一座座宫殿之内也是有不少人走了出来。无论是小辈还是老一辈的强者，都开始向楚风聚拢了过来，里3圈外3圈的将楚风围在了当中，用炽热、怀疑等各种复杂的目光看着楚风，打量着楚风，就像是在看待珍奇动物一般。显然他们都是听说过楚风的事迹的。此刻有不少人主动介绍自己想与楚风结识，也有人暗中传音表达想与楚风交个朋友，但是楚风却没有理会任何一个人，因为人太多了，楚风着实是理不过来，索性全部都不理会。但是仙冰山庄的人则不同，毕竟楚风与仙冰山庄是有着一定渊源的。于是楚风对仙冰山庄的那些小辈问道，你们为何都聚集在这里，怎么不上山？楚风，你刚来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今年的结界仙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都不能随意的上山了，所有靠近山脉的人都会被吸到这里。仙冰山庄的一位小辈说道，不能上山了，那岂不是没办法进入葬灵池？若不进入葬灵池，那我们来这里做什么？楚风问道。这个问题问得好。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响起，顺声观望，一名年轻的男子正在向楚风走来。这名男子穿着的很是朴素，他竟然穿了一袭布衣，虽是布衣，可却很是整洁，并且这名男子不仅长得很是英俊，更是气宇轩昂，非常的有气质，所以哪怕穿着布衣，却也遮挡不住他的光芒。而他的修为更是强横，明明也是100岁以内的小辈，可他却有着6品真仙的修为。当这名男子出现之后，在场的不少年轻女子眼睛都冒光了，甚至更有甚者直接大声尖叫起来，一个个的露出了花痴之相。不仅女子如此，就连小辈中的男子们看起的目光也充满了敬畏，哪怕老一辈的强者看着这名男子也是面带和善的笑意。而此刻不用他人说，楚风也知道这名男子是谁了，他应该就是妖孽榜第10位的妖孽级天才韩愈。因为在这男子的身后还跟着2名男子，那2名男子身穿铠甲，凶神恶煞，正是在古铜战车之上的那2名男子，宇文廷义和宇文化龙。想不到先前不长眼敢当我们路的家伙，竟然就是那个楚风。宇文廷一用一种很是轻蔑的目光看着楚风，廷义兄不得无礼。韩愈看了那宇文廷一一眼，而感受到韩愈的目光之后，那宇文廷一竟真的闭上了嘴巴，只是他眼中的轻蔑之色却并没有减少。
事实上，不仅是他看楚风的目光充满了轻蔑，那个宇文化龙也同样如此。但是他们三人中实力最强的韩愈，看楚风的目光却是非常的和善，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欣赏。见韩愈过来，无论是小辈还是老者，都是赶忙退到一旁，为韩愈让路。而韩愈也是很快走到楚风近前，他对楚风抱了抱拳，很是客气的说道：“在下韩愈，久闻楚风兄大名，今日得以相见，实乃韩愈的荣幸。韩愈兄客气了。”楚风也是抱了抱拳，楚风只是礼貌性的回以一礼，却并没有表现得太过的客气。别看这个韩愈，看楚风的目光那般柔和，就好像很是欣赏楚风一般，可是楚风却在韩愈那柔和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厌恶。这韩愈并不喜欢楚风，可却要装作欣赏楚风，这是一个伪君子。相比于宇文廷义和宇文化龙那种直来直往的敌视，如韩愈这般伪装自己的家伙则更加危险。其实我韩愈也不会见到人就会主动结识，但是楚风兄，你有这个资格，你在仙冰山庄一战成名，击败了楚仙硕是小事，问题是你竟然在仙冰山庄的仙冰库内拿到了一件仙冰，这着实了不起。现如今你可是大千上界的红人，很多人都在议论说楚风将成为大千上界的又一位妖孽，下一届天骄武斗会你便会大放异彩，哪怕妖孽榜也可能会有你的一席之地，那个时候我韩愈可就要退位了。韩愈笑着对楚风说道，他这话看着像是在夸赞楚风，可是聪明的人都听得出来，韩愈是在夸赞自己，毕竟他就是妖孽榜上留下名字的人。但是同时他也在质疑楚风，他并不觉得能够在妖孽榜上取得排名，毕竟在他看来楚风只是2品真仙，而在妖孽榜最末端地塔却是6品真仙。现在距离天骄武斗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只有1年多的时间，在正常人看来，哪怕再厉害的天才也不可能在1年的时间内从2品真仙成长到可以进入妖孽榜的实力。韩愈兄太谦虚了。楚风淡淡的笑了笑，随后环顾四周问道，请问一下，可有人知晓这里究竟发生了何事？我们到底还能不能进入那山脉？楚风小友，老夫自我介绍一下，我乃是圣丹山庄长老，我姓马，名为马长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站了出来，这位老者长得很有特色，他的个子不高，却很胖，长得很是喜感，就像弥勒佛一般。但是他靠近后，楚风的目光却也是有所变化，因为这位老者的实力很强。其实在场的很多老一辈强者，若不是自己释放着自己的修为气息，楚风根本就看不透他们的修为，但是楚风却也能够根据对方那种深不可测的感觉而评判这些人的强弱。这位自称马长春的老者可以说是在场之中最深不可测的一个，而他也是圣丹山庄在场之人中实力最强横的一个。马长老幸会。楚风很是客气地对其抱了抱拳。楚风小友，现在聚集在这里的人都是今日到达的人，我们靠近那山脉之后便被阵法吸到了此处，而远古蛇族的人只告诉我们这结界仙域发生了变故，目前无法直接进入那山脉，但具体何事却不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和你一样，我们知道的你都知道了，而你不知道的我们同样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在这里的人只是今日到达此处的，但是在我们之前一定还有人到达过。每年藏灵池将要喷发之际，大千上界内几乎所有尊袍以下的界灵师都想来此事上一试，尽管有着邀请令的限制，可是每年来到此处的人却也是不少。所以我想啊，在我们之前一定已经有不少人已经来到了此处，但是他们都不见了，也许他们已经进入了山脉之中。总之远古蛇族一定会给予我们一个交代的，不会让我们白跑一趟。白长春长老对楚风说道，多谢长老提醒。楚风再度抱拳说道，楚风小友太客气了。马长春笑了笑，随后他竟然话锋一转，对楚风问道，楚风小友，你真的不是楚氏天族的人吗？而这一刻在场的所有人，包括那个韩愈的目光都是有所变化，想必这是他们所有人心中最想知道的事情。楚风虽然姓楚，但并非楚氏天族的成员。楚风笑着摇了摇头，他这话说得很对，现如今的他的确不是楚氏天族的成员，因为他是被驱赶出楚氏天族的废子。那敢问楚风小友来自哪个上界？马长春继续问道。而在场那些人的目光也是变得越发之热起来，想必他们之前都有猜测，觉得楚风敢那么对楚仙硕，应该不是楚氏天族的人，所以他们猜测最多的就是楚风是不是来自其他上界。而与其他们胡乱猜测，自然更想亲耳听到楚风说他来自哪里。楚风并非来自上界，而是来自凡界。楚风说道，他觉得他是楚轩辕之子的事情迟早要公布，尽管现在还不是时候，可是楚风先透露一点还是可以的，至少不能撒谎，否则日后不好交代。然而楚风此话一出，在场之人无论是小辈还是老一辈，皆是目光大变，尤其是那些小辈，一个个的瞠目结舌，表情那叫一个精彩。凡界怎么可能？有人惊呼出声，而他开口之后，许多人都是纷纷点头，他们都不相信楚风是来自凡界的人。楚风小友，莫要开玩笑，你这样的天才怎么可能来自凡界？马长老笑着说道，他是真的觉得楚风在开玩笑。楚风并没有开玩笑，毕竟马长老这样认真的问了，所以楚风的回答也是很认真的。我的确是来自凡界，但是那个凡界我并不想透露，还望谅解。楚风说道。这一刻马长春倒吸了一口凉气，显然他的内心也掀起了滔天巨浪，一时之间起伏不定。过了好一会，他的情绪才有所缓和，竟然笑着对楚风说道，楚风小友，这么说来你是初到大千上界，那请问你可有加入宗门？没有。楚风摇了摇头。听得此话，马长春顿时大喜，笑着便要开口，可是他想说什么楚风已经猜到了，所以还不待马长老开口，楚风便说道，楚风不打算加入任何势力。果不其然，楚风此话一出，马长老就如同石化一般，瞬间愣在了那里。他毕竟是过来人，
虽然惊讶楚风不准备加入任何势力，但却也立刻就明白了楚风的意思。楚风是看出他想邀请楚风加入圣丹山庄，不想当众拒绝他的邀请，以免让他难堪，所以才提前说出了这句话。所以他取出了一块令牌，递给楚风，说道：“楚风小友，我圣丹山庄非常愿意与楚风小友结交，日后若是你有时间，欢迎到我圣丹山庄做客，我们一定以上宾之礼相待。因为我家庄主大人也很想与你认识，多谢前辈。若有时间，楚风一定登门拜访。”楚风接过了这块令牌，他知道这块令牌应该是圣丹山庄的保护符，有这块令牌在身，别的地方不敢说，至少圣丹山庄的人是不敢对楚风如何了。而在马长春之后，又有不少其他势力的人都上前与楚风交谈，也有与马长春一样的给楚风递来令牌，其实说到底就是想与楚风结交一下。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圣丹山庄之外，还有一个叫做护镇山庄的势力，据说这个势力是与圣丹山庄和仙冰山庄齐名的势力，他们的界灵师非常强横，最擅长的乃是布置防御阵法。而目前这3个大千上界最擅长结界之术的山庄，都向楚风伸出了橄榄枝。长老大人，长老大人，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可忽然之间，一道如雷鸣般的声音自远方炸响，因为那声音太过响亮，引得在场之人都将目光投了过去。楚风看到那是3个人正在快速的向这里赶来，而看清他们的面容后，楚风的嘴角则掀起了一抹笑意，因为那3人不是别人，正是理想3人。蜜蜂这2天有点忙，所以更新慢，等我忙完就给兄弟们爆发一波。另外，长老大人，您在就太好了。理想3人靠近后，直奔着马长春就走了过来，这般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尽管马长老已经猜到理想3人是被人欺凌了，来找他是想找他出头，可是他还是非常的不悦，毕竟在场的人这么多，李翔等3个小辈这般大呼小叫，的确有些丢人。因为在大千上界，小辈被欺凌是很平常的事，但是有本事的小辈都会自己解决，而找长辈帮忙本身就是一件可耻的修为，这件事本就可耻，可是理想3人还这般明目张胆，马长春自然不悦。长老大人，我们被人侮辱了。理想3人说道。被侮辱了？我看你们3个这不是好端端的。马长春问道。其实他这么生气，也是因为理想3人小题大做，毕竟他们3人安然无恙，这就说明欺凌他们的人并没做对他们做什么。长老大人，若只是我们3个被侮辱也就罢了，可是那个人他却是不将我们圣丹山庄放在眼中，所以我觉得此事必须向长老大人禀告才可。理想说道。圣丹山庄的人都是爱面子的人，听到理想这样一说，马长春以及在场的其他圣丹山庄的长老与弟子脸色也都是变得不太好看。是何人？马长春问道。见马长春这样问，理想顿时大喜，赶忙说道：长老大人，此人就在此处。哪一个？指出来。马长春大声说道。就是他。理想猛然抬起手来，指向了不远处的楚风。理想此话一出，在场之人皆是吃了一惊，一时之间鸦雀无声，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理想3人所指的人竟然是楚风。但是理想3人显然还没意识到这种变化，而是得意洋洋地走到楚风走去，尤其是那理想更是嚣张，大有一副小人的势质感觉。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你之前那股蛮横进去哪了？原来你也只是个欺软怕硬的主，在我们3个面前不把我圣丹山庄放在眼里，但是在我家长老大人面前顿时又变成孙子了你。理想一边向楚风走去，一边当众嘲讽楚风。看着那耀武扬威的理想3人，楚风忍不住笑出了声。笑？你还笑得出来？见楚风这样一笑，理想3人则顿时愣在了那里，随后理想的眼中便涌现出了怒意，因为他实在是想不到有长老大人给他撑腰之后，这楚风竟然还敢嘲笑他，简直嚣张到了无法无天，他还从没见过这般嚣张的人。理想恶指着楚风，狠狠地说道：笑，继续笑，等一下就让你笑不出来。可是理想话音刚落，理想便感觉后脑像被锤子锤中了一般，顿时头晕目眩，双耳嗡鸣，身体更是向一旁飞射了出去。忽然之间来的变故让理想大为吃惊，而当他坐起身来，看向自己先前所在的地方后，才发现他的2个兄弟一脸惊慌地躲到了一旁，而在他先前所站位置的后方，马长春则站在那里。原来那个打他的竟然是马长春。理想刚想开口问马长春为何打他，可就在此刻，马长春却是开口了：真是胡闹！长老大人，我理想还想狡辩？闭嘴！马长春再度大喝一声，声音震耳欲聋，尤其是一股威压冲理想席卷而来，钻入了理想的耳中。这一刻，理想只感觉耳朵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见了，仿佛整个脑袋都要爆炸了，疼得他双手抱头，坐在地上低头不语。楚风小友，真是过意不去，是我圣丹山庄教导弟子无方，还望你不要见怪才是。马长春竟走到楚风近前，待理想3人向楚风道歉。马长老，这是哪里的话？我与他们3个之间也是一点小误会而已。楚风笑着说道，态度很是客气，并且丝毫没有难为理想3人的意思。楚风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马长老态度很好，他什么都没问便来向楚风道歉，说明他很相信楚风，觉得楚风不会做出如理想所说的那种侮辱圣丹山庄的事。而楚风没有打算追究的第2个原因，则是因为楚风觉得理想3人骨子里并不坏，在楚风看来，他们只不过是3个天赋还算不错的蠢货而已。楚风小友真是大度，老夫佩服。见楚风没有追究，马长春的脸上也是涌现出了一抹喜色，随后对理想3人大喝道：还不快向楚风小友认错！这一刻，那2名男子赶忙跑到楚风近前，就打算向楚风认错，可是他们2个却发现理想还傻乎乎地坐在地上，低着头没有反应，于是赶忙跑到理想身前，合力将理想搀扶起来，以传音的方式说道：还愣着干嘛？快快认错呀！
你们说什么？李想大声问道。而这一刻，人们才知道，原来李想是听不见他们的对话。见此情形，那马长春手指一点，一股结界之力涌入李想的脑袋。结界之力进入脑袋，李想不仅那快要爆炸的头痛只感消散，就连耳力也变得清晰。你们两个刚刚说什么？李想问道。李想大哥，咱们惹大祸了。那个之前与咱们相识的兄弟，他就是楚风。那两名男子一同说道。楚风？哪个楚风？莫非是在仙冰山庄击败楚宪硕，获得狩猎比试第1名，并且还在仙冰库内拿走一件仙冰的楚风？李想面露无比惊讶之色。没错，就是他啊！那两名男子一同说道。哎呀！李想无比悔恨的大叫一声，随后双臂一甩，便刷开了那两名搀扶他的男子，快步的走到楚风近前，一脸悔恨与自责的说道：楚风，我真不知道你就是楚风，要是知道，我怎么会……哎呀，你不知道，我早就听闻你的事情了，你简直就是我的偶像，是我的偶像，你知道吗？看到这样的李想，楚风则愣在了那里，这李想态度的变化也太快了。楚风兄，李想大哥说的是实话，当他听闻你的事迹之后，他便与我们说，从今以后，你楚风就是他的偶像了。事实上，你不仅是我李想大哥的偶像，你也是我们的偶像啊！哎呀，你也真是的，你之前怎么不说你是谁？你看，这不是误会吗？那两名男子也是走了过来，一脸悔恨的说道。而这一刻，不仅楚风明白了，在场的很多人都明白了，李想三人已经听闻楚风的事情，并且很崇拜楚风，只是他们没有见过楚风的画像，所以不知道长什么样子。这件事倒的确是个误会，所以明明听出了李想三人不对，可却也米有人责怪李想三人了，因为人们都看得出来，李想三人此刻对楚风说的话可不是简单的道歉，而是发自肺腑的话。这样的三个人虽然虎头虎脑的，但是不可否认，傻的倒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可爱。楚风兄，你怎么不说话？你是不是还在生气？要不然这样，你打我几拳？几拳不够，你打我10拳、100拳都行，只要你觉得解气。李想见楚风不语，有些慌了，继续开口说道：我们也是，你若不解气，别说100拳，1000拳也行，只要不打死我，你随便。另外两名男子也是紧张的说道，而他们三个都这样说了，就更证明了在场之人心中的猜测，其实根本就没有楚风欺凌和羞辱他们的事，相反，先做错事的应该是圣丹山庄的3人才是，否则他们不会这样向楚风道歉。我之前就说了，咱们之间只是一点小误会而已，你们不要放在心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楚风笑着说道，他看得出来，李想三人先前的这番话是真心的，所以此刻楚风对他们3个的印象也是有了改观，倒也不是因为他们崇拜自己，楚风才对他们的印象改观的，而是楚风觉得，其实他们倒也算是个真性情。楚风，你真的原谅我们了吗？那我们可以做朋友吗？李想对楚风问道。说这话的时候，他很紧张，充满了胆战心惊，楚风甚至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在颤抖。而与此同时，圣丹山庄的另外2名男子也在用那渴望且害怕的目光看着楚风，他们3个似乎都很怕楚风拒绝他们。可以，楚风最终笑着点了点头。我擦，你们听见了没有？我是楚风的朋友了，我居然和楚风做朋友了。这一刻，李想可能是太过激动，竟然冲着在场之人大喊起来，他喊得很大声，恨不得将这件事情告诉所有人。对于这一幕，许多人都是笑了，他们都觉得李想很是有趣，但是楚风注意到那韩愈的嘴角却掀起了一抹冷笑，那是讽刺的笑容，也是不屑的笑容，并且在他笑的时候，就连目光都变了，就好像在看待小丑一般，看着李想以及楚风。没错，在韩愈的眼中，楚风也是小丑，但是他很擅长伪装，那抹笑容与目光只存在一瞬间便消失了。想必在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楚风与李想3人身上之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韩愈的那抹讽刺的笑意。快看，是星陨圣地的人！而就在这时，忽然有人指着远方惊呼一声，众人皆是举目观望，这才发现，在不远处有招数道身影正在踏空而来，他们声势浩荡，竟有着几百人之多。这些人无论男女老少，皆是身穿白衣，并且排列有序，他们踏空而行，宛如来自仙界之人，高贵优雅，走得不急不慢，可是速度却是非常的快。但是也有人除外，那人并没有踏空而行，而是坐着一个轿子，那轿子很大，似是一个小型的移动宫殿，不用人抬着，却也能够随着众人在空中飞行，如同圣物一般，被星陨圣地的众人簇拥在当中守护着。这轿子似是有意打造一般，却飞舞着洁白的纱布，纱布有着隔绝的作用，让人看不清轿内之人究竟是谁，哪怕楚风也看不穿。值得一提的是，在场之中高手有着不少，可是实力最强的却要数那围在轿子四周的8位老者。这8位老者不仅长得一模一样，他们的身上也皆是一袭洁白如雪的长袍，并且面色冰冷，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仿佛没有一丝感情。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实力非常的浑厚，就像是深不见底的古井，让人无法看穿，气场非常的强，看到他们便会让人发自内心的产生敬畏之心，如同神灵一般，不敢亵渎。因此，当他们8位出现之后，在场的所有人实力都显得弱了不少，哪怕圣丹山庄的马长老也根本无法与那8位老者相提并论。星陨8仙，那是星陨圣地大名鼎鼎的星陨8仙。哗啦啦啦，这一刻人群沸腾了，尤其是小辈的男子们，眼睛就像放光一般。毕竟星陨8仙同时出现，便基本代表了一件事：星陨圣地的圣女夏雨儿出现了。所以人们根本不用猜也知道，那被众位星陨圣地的高手与天才级小辈们围在当中的轿子内究竟是谁了。那一定就是星陨圣地的夏雨儿。而夏雨儿是谁？那不仅仅是星陨圣地的圣女，也是大千上界无数男子心中的圣女。竟然是星陨圣地的圣女，那可是大千上界3大美女之一。我真是太走运了，竟然有幸看到圣女真容。
这一刻，李想激动的连哈喇子都流了出来，而李想身后的那2名男子更是夸张，他们竟然兴奋的瑟瑟发抖，连汗毛都竖立了起来。楚风甚至能够听到他们心脏的跳声，扑通扑通的，就像要跳出来了一般。你们想多了，星陨圣地的这位圣女出了名的高冷，许多身份与实力皆是超然的小辈想要见她都被拒绝了。我听说就在前不久，楚氏天族的楚宪硕他们想要见她，也是被拒之门外。有人说道：“竟然这么难见吗？”听得此话，不少小辈的眼中流露出了失望之色。星陨圣地的圣女就在眼前，若是这样还见不到，哪怕是此生都没有机会了。也许今日圣女能破个例。就在这时，韩愈开口了。他这一开口，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他，包括老一辈的强者也看向了他。众人都没有说话，可是那渴望的目光是在告诉韩愈，他们都很想知道韩愈为何这样说。在下有幸曾见过3次星陨圣地的这位圣女，我与她交情不错，现在我韩愈就在这里，圣女她应该会现身见我。韩愈说道：“韩愈大人，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们真的能有幸见到圣女了？”此刻在场的许多小辈激动的忍不住呐喊出声，而对于这种问题，韩愈则不回答，他的嘴角扬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那笑意充满了自信。与此同时，他走出人群，站在了人群的最前端。他要做的很简单，就是引起夏雨儿的注意。而就在这时，星陨圣地的众人靠近了，那股吸力也是忽然散发而出。人们知道，星陨圣地的众人，包括星陨圣地的圣女，都要被吸力拉扯，落在这广场之上。想到这里，人们都变得更加兴奋起来，毕竟马上就要见到星陨圣地最高贵的圣女了。可就在那吸力笼罩而去之际，星陨8仙中的其中一位袖袍轻轻一甩，一层武力便覆盖而出，将星陨圣地的众人全部笼罩在了当中。随后任凭那吸力不断的进攻，可是星陨圣地的众人竟然安然无恙，继续前行。这一刻，人们皆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直到此刻才想起来，那可是星陨8仙啊，实力强横的5仙。这广场的力量固然强横，能够将在场之人全部强行吸过来，可是在星陨8仙面前却是无用。眼见着星陨圣地的人继续前行，连停下的意思都没有。广场上的人们，那原本满是期待的脸上都涌现出了失望之色，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看不到星陨圣地的圣女夏雨儿了，而圣女就这样从面前经过，却都看不到，他们着实感到遗憾。夏姑娘等一下，我是韩愈啊。然而就在这时，韩愈却是大喊一声。当韩愈开口之后，在场的许多人都向韩愈投去了感激的目光，毕竟在他们看来，韩愈此举简直就是太为他们着想了。可他们却忽略了韩愈自己也想见夏雨儿的事实。但是很快的又发现，韩愈的声音响彻后，星陨圣地的众人仍在继续前行，竟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见此情形，韩愈则不淡定了，毕竟先前他对话已经说出去了，若是这夏雨儿真就这样走了，那他今日的脸面算是丢尽了。等一下，然而就在韩愈担心之际，在那虚空之上的轿子之中，忽然传来了一声无比悦耳的声音。听到那个声音，在场的许多小辈都仿佛灵魂一颤，激动的心脏都快要跳了出来，因为所有人都清楚，那就是星陨圣地圣女夏雨儿的声音。当韩愈开口之后，夏雨儿竟然真的回应了。这一刻，许多小辈都忍不住看向了韩愈一眼，那目光中充满了崇拜，似是感受到了这样的目光。韩愈脸上的得意之色也是越来越浓，可是人们却不知道，其实在韩愈的心中，他也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他比任何人都害怕夏雨儿就那样走掉，而不停下来。不过好在夏雨儿最终还是停了下来，并且很快的，那轿子之中一道倩影从中走了出来。这名女子一袭白裙在身，实在太美，宛如仙子一般。尤其是在场女子的衬托之下，此女之美更是堪称惊世骇俗，看得在场的许多人心脏狂跳，激动的简直都快要窒息了。而此人自然便是大千上界的3大美女之一，星陨圣地的圣女夏雨儿。相比于他人，楚风看到夏雨儿倒是没有什么激动的感觉，毕竟楚风已经是第3次见到夏雨儿了。况且夏雨儿虽美，可在楚风看来，单论美貌的话，夏雨儿与他的女王大人还是有着一些差距的，甚至这个大千上界的夏雨儿与紫菱相比都是差了一点，倒是与苏柔苏美仙喵喵等人之美有些接近。所以此刻楚风不由感慨，祖武下界的人虽然修为很弱，可是美女倒是出了不少。楚风早在祖武下界就见过这个级别的美女了，所以哪怕初次见到夏雨儿，楚风也没有像这些人这般激动。虽然没有激动，但是楚风的内心却也是起伏着。此刻楚风的内心深处很是不安。夏雨儿这个女人虽然仗着宛如仙子一般圣洁的面孔，可却被楚风定位是蛇蝎女子。楚风不知道她会不会在玩什么把戏。公子真是有缘，想不到你也在这里。就在这时，夏雨儿看着下方，嫣然一笑。她这一笑当真是倾国倾城，把在场的男子迷得更加神魂颠倒。能够在此见到夏姑娘，的确是有缘。韩愈抬手抱拳，非常有风度的回应道。这一刻，人们对韩愈已经不仅仅是崇拜那么简单了，而是羡慕，而是嫉妒。毕竟这可是大千上界3大美女之一，星陨圣地的圣女啊，能与这样的美女交谈，是多少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可是韩愈她却是做到了，人们怎么会不羡慕，怎么会不嫉妒？而就在这时，夏雨儿竟然身形一动，从空中飘落而下。她不是走下来的，而是如同仙女下凡一般飞落而下。在她的身后，星陨8仙以及星陨圣地的众人也都是紧随其后，且整齐有序地跟了下来。眼见着夏雨儿飞落而下，韩愈更加得意了。他先是得意地咳嗽了几声，随后又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以彰显自己对夏雨儿的郑重对待。可是很快的，韩愈的脸色就变了，因为夏雨儿越是落下，他越是发现夏雨儿飞落的方向并非是向他而来，那好像是
再向楚风的方向飞落而下。这一刻韩愈可就慌了，因为夏雨儿竟然真的是向楚风所在的方向飞落而去的，并且很快的他就落在了楚风的身前。楚风公子好事高冷，我与你说话你都不回答的。夏雨儿落下之后，笑着对楚风说道：什么？原来圣女先前的那句话不是对韩愈说的，而是对楚风说的。这么说来，圣女停下也根本不是因为韩愈，而是她发现了楚风。这一刻，人们恍然大悟，一时之间惊讶无比，同时也是议论纷纷。他们终于知道为何韩愈最初呼喊。夏雨儿没有立刻停下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理会韩愈的意思，他是因为发现了楚风，所以才让人停教的。韩愈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此刻的韩愈非常的尴尬，脸色苍白如纸，他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真是没脸见人了。正因为太过尴尬，所以他已是恼羞成怒，两道杀气腾腾的目光投向了楚风。楚风感应力何其敏锐，他已然感受到了韩愈的那抹目光，而感受到韩愈的那种目光后，楚风也是非常无奈，他就怕夏雨儿这个蛇蝎的丫头耍什么手段。果不其然，被猜中了。尽管韩愈从一开始就看不惯楚风，可是夏雨儿这一出手，则是成功的拉伸了韩愈对楚风的仇恨度，怕是日后这韩愈要与楚风不共戴天了。夏雨儿，这一定是故意的。喂，我家圣女大人与你说话呢，你聋了不成？猛然间，星允圣的一名小辈指着楚风大喝一声，他是看着夏雨儿这般与楚风说话，可是楚风依旧不回答，导致他很是不爽。其实这也正常，毕竟夏雨儿可是多少人求着见都见不到的人，现在夏雨儿主动来见楚风，楚风竟然爱答不理的，星允圣地的人自然很是不悦。至于楚风，尽管很不想理会夏雨儿，可是毕竟人前不能失礼，何况狩猎场内若不是夏雨儿提醒，楚风也不可能那么轻松的就猎杀掉那只恐怖的戒灵兽，所以楚风也是强挤出了一抹笑意，对夏雨儿抱拳道：夏姑娘，楚风公子，你们为何都聚在此处，而不直接前往葬灵池？夏雨儿问道。他美眸闪烁，一举一动都是那般的天真无邪，迷得在场之人神魂颠倒，彻底将她奉为圣女。我们也并不知晓，只是靠近此处便被阵法强行吸到这里。远古蛇族的人只告诉我们说结界仙域发生了变化，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说。楚风说道。原来是这样，那看来我也不能直接上山了。夏雨儿说话间看向了星陨八仙一眼，星陨八仙中为首的那位星翼长老点了点头，随后嘴巴张开，那比雷鸣还要刺耳的声音便响彻开来。所谓来者是客，远古蛇族的人将诸位客人晾在这里不说，竟然连解释都不解释一下，天下间岂有这样的待客之道？当星翼长老这道声音响彻之后，很快便在广场深处的宫殿内掠出数道身影，那皆是远古蛇族的人。星翼大人息怒，我们将诸位客人聚集此处，的确是事出有因的。远古蛇族为首的一位一边快速的向星陨八仙的方向走来，一边解释道。在他的神态中，人们看到了两个字：害怕。这一刻，人们又忍不住发出感叹，想一想，他们在这里主动找到远古蛇族的人去问，人家都是敷衍了事，甚至问的多了，人家还会不耐烦的吼你几句，那叫一个不客气。可是星翼长老只是一句话，就让他们这般害怕，这样的差距不可谓不大。究竟是为何事不让人登山？在远古蛇族长老靠近后，星翼长老才开口问道：这都是我族长大人和诸位太上长老大人的决定。远古蛇族的长老说道：是何决定？星翼长老问道。这个远古蛇族的长老面露为难之色，说。星翼长老的目光变得凌厉起来，选择是一个选择。远古蛇族的长老脸上惧怕之色越来越浓，不敢犹豫，赶忙说道：他的确是非常的惧怕星翼长老，是什么样的选择？你直接说清楚。星翼长老有些不耐烦的说道：这一次我族长大人与诸位太上长老大人合力布下了这些阵法，那通天山脉之上更是布下了一座迷宫大阵，若是入山就等于进入迷宫，唯有走出迷宫才能进入葬灵池，否则就只能被困在迷宫阵法内，直到迷宫阵法自行消失才能脱困。远古蛇族的长老说道：这是什么鬼道理？这不是难为人吗？就是啊，我们万里迢迢的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我们来这里都是奔着葬灵池来的，结果不让我们进去，还要走什么迷宫？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这一刻，在场的许多人不甘了，人们都发出了自己不悦的声音。进入葬灵池内也需要感悟，若是感悟不到，则将一无所获。虽然葬灵池依旧是结界仙域内最珍贵的所在，可是葬灵池内的力量越来越弱了，感悟的难度也是越来越大。若是领悟力不够的话，进入其中什么都得不到。相信在场的人中，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我结界仙域了，也曾进入过葬灵池，想必也有不少空手而归的吧。远古蛇族的长老说这话的时候，看向了在场的众人。这一刻，不少人低下了头，因为就如远古蛇族长老所说，葬灵池的力量越来越弱，领悟力不够者，哪怕进入葬灵池内，遇到了那喷发的力量，可是却根本领悟不到任何东西。所以，的确有不少人都是空手而归了。所以这一次，我家族长大人给了诸位一个选择。远古蛇族长老说道。选择？什么选择？众人问道。我家族长与诸位太上长老大人，除了在通天山脉内布置了一座迷宫阵法之外，还在通天山脉外布置了一座大阵。这座大阵是结合了结界仙域特殊的力量布置而成，进入阵法之中，定会有所收获。当然，这个收获也与诸位的领悟力有关。但是，当葬灵池内的力量喷发之际，那阵法之内的力量则更强。相比于进入葬灵池，这阵法内的收获，它是更大一些。远古蛇族长老说道。也就是说，若选择登山，便不能进入那阵法修炼；若是进入阵法修炼，便不能登山了。有人问道。正是如此。远古蛇族族长说道。既是如此，那直接与我们说便是了，何必把我们晾在这里？就是。众人很是不爽地说道。其实这些话
我本是不该说的，因为按照族长大人的吩咐，等一下你们将直接入阵。入阵之后有2条路可以选择，一条通往修炼阵法，一条通往迷宫阵法。但是无论选择了哪条路，就都无法回头了。那位远古蛇族长老话到此处，看向了新义长老一眼。此刻，在场之人都明白了，这乃是远古蛇族设置的一场游戏。这游戏怎么做，全凭自己。而先前远古蛇族长老的那番话，已然透露出了这场游戏最关键的秘密。而人们能有幸知道这个最关键的秘密，则是全靠着了新义长老。所以此刻人们都向新义长老投去了感激的目光。这位长老，这番话说的这般理所当然，莫非你们真的觉得你们做的对？然而就在此时，那韩愈却是站了出来，他目光很是不善地说道：结界仙域自远古时期就出现了，一直以来都被大千上界诸多界灵师奉为修炼圣地。可是现如今，你远古蛇族却擅自改变了进入藏灵池的规矩，难道你们真的觉得你们做的对？难道不对吗？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响亮的声音忽然响起，而当那声音响起的同时，一道身影也是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这又是一个远古蛇族之人，只是他比其他远古蛇族的人更高大，身体也更强壮，并且他的穿着也非常的独特。他身穿金色铠甲，头戴金色王冠，双肩披着红色的斗篷，再加上远古蛇族那原本高达的身躯，这位此等穿着站在此处，显得格外的霸道。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的气息非常的浑厚，他一出现便盖过了在场的所有人，哪怕星陨八仙也不如他。看到这位之后，韩愈的脸色也是大变，楚风能够清晰的从他的目光中看到2个字：恐惧。拜见族长大人。而就当那位出现后，远古蛇族的所有人都是赶忙半跪在地，对其施以大礼。此刻不用他人介绍，楚风已是知晓这位霸气的存在是何方神圣了。很显然，他就是远古蛇族的族长。结界仙域乃是我远古蛇族的领地，我远古蛇族对结界仙域有着绝对的掌控权，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哪怕我远古蛇族不让你们进入此处，你们便不能进入。所以我倒是要问问，我远古蛇族有何不对吗？远古蛇族族长用那凌厉且霸道的目光紧紧地盯着韩愈，是晚辈鲁莽了，还望前辈不要介意。韩愈赶忙抱拳认错，连头都不敢抬起一下。此刻楚风注意到韩愈不仅脸色难看，更是浑身皆是冷汗，他的高傲与嚣张全然不在了。现在的他所有的便只剩下卑微与恐惧。然而哪怕韩愈如此真诚的道歉，远古蛇族族长却也只是瞪了他一眼后便不再理他。诸位可还有何异议？此刻远古蛇族族长将目光扫向在场之人，他的目光很是霸道，仿佛没有把在场的任何一个人放在眼中，并且他的目光始终如一，不仅是对待楚风等人，哪怕是看向星陨八仙的时候，他的目光也是如此。简而言之，星陨八仙他也没有放在眼中。然而对于他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人回答，哪怕星陨八仙也没有回答。若无异议，那便遵守我远古蛇族定下的规则。提醒你们一句，若有人敢在胡搅蛮缠，休怪我远古蛇族不客气。虽然俗话说来者是客，可是有一句话我也要告诉诸位，那就是客随主便。所以我希望诸位不要给我远古蛇族增添不便。远古蛇族族长说完此话，便转过身来看向了那位先前为楚风等人解释的远古蛇族长老。猛然间，他竟一拳轰出，直接将那位远古蛇族的长老轰飞数米开外，落地之际已是浑身是血，没了气息，有如我远古蛇族威严，将其丢入叛徒池子。远古蛇族族长说完此话，便大袖一挥，拔空而起，扬长而去，只留下目瞪口呆的众人。远古蛇族族长走后，远古蛇族的那些人便立刻将那位已然死去的长老尸体带走了。而当远古蛇族的人离开后，原本安静的广场之上顿时炸开了锅，在场之人也是议论纷纷。他们尽管早就听闻远古蛇族族长是一个凶狠的角色，但是却也没有想到他竟然如此狠辣，只因手下向人透露了一点秘密就痛下杀手，这实在是太霸道了一些。更何况这个秘密又算不上什么大事，看来这结界仙域真如传说一般，有些危险。楚风说道。所以楚风公子可不要乱说话哟，尤其是不要说远古蛇族的坏话。夏雨儿对楚风说道。对于夏雨儿此话，楚风笑了笑，其实不用他提醒，楚风也已经知道了远古蛇族的狠辣。既然已经知晓了远古蛇族的强硬作风，他自然就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招惹远古蛇族。诸位请随我来吧。没过多久，远古蛇族中又有一位长老级别的人物走了出来，开始为楚风等人引路，向那通天山脉的方向行去。而楚风等人都知道这是要去哪里，一定就是先前死去的那位长老所说的让他们选择的地方。当人们开始赶路之后，星陨圣地的人便立刻冲了过来，将夏雨儿围在了当中，就像生怕有人会伤害到他家的圣女一般。哪怕原本距离夏雨儿最近的楚风，也是硬生生的被挤了出去。然而对于这种行为，楚风则不以为然，索性就走在人群的最前面。楚风大哥，你太牛掰了，竟然还认识星陨圣地的圣女，而且我看圣女对你的态度，你们两个的关系似乎非常不错。路上，李想三人一直追随楚风左右，李想对楚风更是赞不绝口，眼中的崇拜之色也是越来越浓。我与夏姑娘并不熟，楚风说道。楚风大哥，你可别骗我们了，还不熟呢。夏姑娘可是主动来见的你啊。是啊，那韩愈自称与夏姑娘很熟，可是夏姑娘都没有与他说话，但却与你聊得火热，这不更加证明了夏姑娘与你关系非同一般吗？李想三人说道。李想三人这话并非暗中传音，所以在场的许多人都听到了。此刻韩愈的目光变得异常的冰冷，尽管他知道先前的他很是丢人，可是他仍然不愿意有人将这件事给说出来。可是哪怕心中很是愤怒，韩愈却并没有说话。不过别看韩愈没有说话，
但是与韩愈同行的宇文庭一和宇文化龙则看不下去了，他们两个指着李想三人，便大喝起来：“你们胡说什么呢？再敢胡说，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我韩愈兄弟与夏姑娘的关系，岂容你们胡乱猜测？”不仅指着李想三人怒喝开口，竟然还赤裸裸地威胁李想三人：“我倒是要看看，谁敢在我马某人面前割我圣丹山庄弟子的舌头！”而就在此时，马长春很是不悦地开口了。在马长春开口之后，尽管宇文庭一和宇文化龙很是不爽，可却也没有再多说什么。毕竟马长春的实力可不是他们这些小辈可以对抗的。再者说，圣丹山庄的实力不容小觑，至少比他们的宇文城要强得多。不过李想三人也很识趣，他们知道韩愈是他们不能招惹的天才，所以在此之后倒也是不敢再将韩愈牵扯进来。虽然不谈圣女，但是李想三人却依旧充满了问题，在楚风身边问个不停，并且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的那叫一个殷勤。你们好像比我大，叫我大哥不合适吧？楚风问道。楚风大哥，我们虽然年龄比你大，可是我们的实力不如你啊，所以出于对你难道尊敬，还是叫你大哥比较合适。李想很是认真的说道。没错，是这个道理。那两位也是连连点头。随便吧。楚风无所谓的笑了笑。你们三个给我让开。就在这时，阵阵狂妄的呼喊自身后传来，是星陨圣地的人。怎么了？李想回头观望，目露不解之色。看什么看？说的就是你们三个，让开！为首的一名年轻人指着李想呵斥道。他非常的霸道，就如同帝王呵斥平民一般。哪怕明知道圣丹山庄也有长老在此，可是他却依旧没有把李想三人放入眼中。其实那名星陨圣地男子的修为也只是一品真仙，并没有比李想三人强横到哪里去。可是李想三人还是转过身去，准备离开。他们是害怕了，不过这也能够理解，毕竟那是星陨圣地的人，更何况星陨八仙还在场，能为对方撑腰，所以他们三个惧怕那名男子，倒也是正常。回来。可是就在李想三人准备离开之际，楚风却是开口了。李想三人有些发懵，我叫你们三人回来，这路又不是他家的，为何他们要你让开，你就要让开？楚风说道。这李想三人终于知道楚风此为何意了，但是他们也没有退回来，只是愣在了原地，一时之间进退为难。其实他们知道楚风是在帮他们，只是他们又实在害怕星陨圣地的人，而见楚风竟然这般不将自己放在眼里，那位呵斥的星陨圣地之人也是勃然大怒，指着楚风便要发火。你这家伙不得无礼！可就在这时，一道甜美的声音响起。当那个声音响起之际，在场的所有年轻男子都是心神一震，顿时精神了不少。而在场能有如此魅力者，自然就是星陨圣地的圣女夏雨儿。夏雨儿本如至宝一般，被星陨圣地的人围在当中保护着。但是此刻，当他开口之后，星陨圣地的人则是退到两旁，为夏雨儿让出了一条前行的道路。而夏雨儿就迈着那优雅的步伐，从中星陨圣地众人的簇拥之中走了出来，并且一步一步地走向楚风，直到距离楚风2米之外才停了下来。三位，我有事想与楚风公子交谈，不知可否行个方便？夏雨儿面带笑意，以一种很是温柔的语气对李想三人说道。见到这样的夏雨儿，李想三人的心都有话了，怎么可能违背夏雨儿的意思？好，他们三人刚忙向远处走去，可能真的是被夏雨儿迷得神魂颠倒了，他们脚都软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就像喝多了一般。此刻楚风很是无奈，暗叹这三个家伙真是没出息。楚风公子，我能与说会话吗？此刻夏雨儿对楚风说道。相比于对李想三人开口，他对楚风的语气则是更加的温柔。夏姑娘太客气了，有什么话你直说便是。楚风说道。那我们一起走，慢慢说。夏雨儿说话间便来到楚风身旁，而楚风也不客气，二人就这样并肩前行，只给众人留下了2道背影。还真别说，不论其他，只论背影的话，二人倒也是郎才女貌，般配得很。只是见到这一幕，韩愈的双拳则是暗暗的在袖中握紧，他恨楚风恨得牙根直痒痒，恨不得吞了楚风的肉，喝了楚风的血。要知道他与夏雨儿的确是见过几次的，也曾交谈过，感觉也都还不错。而韩愈更是对夏雨儿一见倾心，暗自决定一定要追到夏雨儿。本以为他与夏雨儿已算是朋友，并且非常有机会追到夏雨儿。在如此自信的情况下，当夏雨儿来此之后，他几乎确定夏雨儿一定会与他热情交谈。那个时候，他与夏雨儿将成为在场之人所关注的焦点，成为无数男子所羡慕的对象，甚至他已经想到了那个景象。可谁曾想，夏雨儿飞落之下后，只与楚风一人交谈，并且直到此刻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最重要的是，他在暗中还与夏雨儿传音过多次，可是夏雨儿都没有回应。这个态度简直是太过冷漠，简直就像是陌生人一般。夏雨儿一方面对他如此冷漠，可是另一方面对楚风却那般热情，这让喜欢着夏雨儿，自认为夏雨儿是自己未来女人的韩愈心如刀绞，所以他才会这般的痛恨楚风。然而哪怕他再不爽，再憎恨楚风，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忍着。毕竟在场的大人物也有着不少，他就算想对楚风下毒手，也是没有机会。楚风公子，等一下，你准备怎么选？途中，夏雨儿对楚风问道。自然是葬灵池。楚风说完此话，又问道：夏姑娘怎么选？我与楚风公子一样，不知登山之后可否与楚风公子同行？夏雨儿笑着说道。他此话一出，在场许多小辈男子们看向楚风的目光中，那羡慕与嫉妒的目光又浓郁了不少。夏雨儿可是在场男子心中的圣女啊，而现在他们的圣女竟然主动要求与楚风同行，这简直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情。自然可以，而楚风也是来者不拒，点头答应了。就这样，楚风在无数道羡慕与嫉妒的目光中，与夏雨儿肩并着肩，有说有笑的跟随着远古蛇族长老
向前行着。而过了片刻之后，那位远古蛇族的长老也终于停了下来，因为此刻他们已经来到了那个选择的地方，前方只有2条路可以走，每条路都有指示，提示的稍微有一点深奥，可是在场之人也都看得出来，哪一条是通往那修炼阵法的，哪一条是通往那迷宫阵法的，因为这其中的秘密，先前死去的那位远古蛇族的长老已经说过，所以人们非常清楚，选择不同的路会有怎样的结果。为何只有100岁以内的小辈才能进入？但是此刻，新一长老却是非常不悦的大吼一声，因为在通往迷宫阵法的那条路上有一个限制，那就是只有100岁以内的小辈才能进入。星陨八仙显然不在100岁以内的行列，不仅他们不在，在场的许多人都不在。可是星陨八仙的职责是什么？他们的职责就是保护夏雨儿，而夏雨儿来此的目的就是那藏灵池。可是现在的情况，他们就无法跟随夏雨儿进入藏灵池，他自然不悦。不仅是不悦，可以说他们是拒绝这条规定的，这是我族长定下的规矩。新一长老不满意这个规则，可以选择离开。那位远古蛇族的长老说道，若是我家圣女遭遇不测，你远古蛇族能负责吗？星陨八仙中的另外一位长老说道，我们不能负责。我还是那句话，若是害怕了，可以不选择另外一条路，或者选择离开。远古蛇族的那位长老说道，相比于先前被杀的那位长老，他的态度很是强硬，尽管实力不如星陨八仙，可是他却目光如炬，眼中没有一丝惧怕之色。没关系的，我能照顾好自己。夏雨儿笑着说道。而他这句话也告诉了星陨八仙他的决定。星陨八仙没有违背他的决定，所以他们不再说话，是尊重了夏雨儿的决定。韩愈公子。就在此刻，新一长老看向了韩愈，前辈晚辈在。见新一长老呼唤自己，韩愈赶忙站了出来，态度非常的恭敬。其实若是换做其他人，以韩愈在大千上界的地位，他绝对不会这般客气。这不仅仅是实力的差距，最重要的也是新一长老的身份，毕竟那可是星陨圣地的高手，是夏雨儿的贴身守护者。韩愈公子也是要进入藏灵池的吧？新一长老问道。是，晚辈准备选择那迷宫阵法的。韩愈说道。那能否拜托韩愈公子照顾一下我家圣女？新一长老说道。听得此话，韩愈顿时大喜，暗想着接近夏雨儿的机会终于来了。可是还没待他开口，夏雨儿便抢着开口了。不必了，我与楚风公子同行，有楚风公子保护我，我一定不会有事。夏雨儿说这话的时候，还很是暧昧的看了楚风一眼。而夏雨儿这样一说，韩愈自然也就不好意思再说照顾夏雨儿的话，于是他只得将那已经到了嘴边的话又硬生生的给咽了回去。只不过此刻他的内心早就炸开了锅，那愤怒之气就如同欲要喷发的岩浆，就要控制不住了。所以他再度看了楚风一眼。当感受到韩愈的目光之后，楚风的眉头也是微微皱了起来。这一次韩愈的目光又有了变化，他的杀意更浓了，可以说是毫不遮掩，就仿佛欲杀楚风的心已是难以忍耐。楚风，不妙啊！那个韩愈看你的目光不对，怕是在这结界仙域就会对你下手。毕竟那迷宫阵法只有小辈才能入内，那对他来说是绝佳的机会。女王大人也是注意到了韩愈的目光，不由得对楚风提醒道。此刻楚风也终于是忍不住了，于是他对夏雨儿暗中传音道，喂，丫头，你这么玩我，过分了吧？怎么了？楚风公子，你在说什么？夏雨儿也是用暗中传音给予了楚风回答，并且与此同时还用那无辜的大眼睛看着楚风，那个模样就仿佛他真的什么都不清楚一般。算了，别问了，这丫头有意要坑你，你问她，她也只会装傻。女王大人说道。楚风觉得女王大人说的很有道理，毕竟夏雨儿这个丫头已经开始装傻了，所以楚风也不再追问。决定之后，楚风等人便准备向迷宫阵法的方向行去。毕竟藏灵池喷发的时间快到了，既然准备进入藏灵池，那他们就要抓紧时间站住。可谁曾想，那看守迷宫阵法道路的远古蛇族的长老却是拦住了楚风与夏雨儿等人。怎么了？楚风问道。通过考核才能入内。远古蛇族的长老说道。考核？之前没听说过有这样的规矩啊。李想等人很是不解的说道。不妨直说，这个规矩是我族长刚刚传达下来的。远古蛇族的长老说道。你们这不是故意难为人吗？新一长老很是不悦的说道。实不相瞒，这个规矩就是针对你们这些人定下的，至于为何如此，你们自己心里清楚。远古蛇族的那位长老说道。而他此话之意，楚风等人自然明白，因为楚风等人已经提前知道了关于这2条路的秘密，所以远古蛇族才故意难为他们的。那请问是什么样的考核？楚风开口问道。看到这个球没有？远古蛇族的长老掌心一翻，在他的掌心的确出现了一个透明的玻璃球，只要向这球体内灌输结界之力，那么这球体便会产生颜色变化，只要达到青色，便通过考核，可以进入这条道路，而这个球体也将成为你们进入迷宫阵法的通行证。若是没有这个球体，无法进入阵法之中，并且它还会带给你们一定的提醒，那提醒有助于你们走出迷宫阵法，进入藏灵池。当然，青色只是入门的颜色，所以所获得的线索也是很少。若是能够达到紫色，那么所获得的线索就会多一些；若是达到金色，那线索就会更多。远古蛇族的长老说道。那敢问前辈，最高级别的颜色是何等颜色？楚风问道。最高级别便是金色，不过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球体，它所吞噬的结界之力可比你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所以你们只要祈求自己能够让它变成青色就可以了。至于金色，想都别想。远古蛇族的长老说道。他说这话的时候有着几分轻蔑之色，他并不相信楚风等人能够让这玻璃球体变为金色，你这也未免太看不起我们了吧。此刻韩愈开口了，他很自信，并且说话之间他还散发出了自己的结界之力，他的结界之力非常的闪耀。此刻的他被结界之力包裹，就如同天神下凡一般，
最重要的是他的结界之力不仅是仙级，其中涌动的竟然还是龙纹。龙纹级仙袍界灵师，好厉害啊！不愧是韩愈，竟然已经达到龙纹级仙袍界灵师的地步，太不可思议了。看到韩愈的结界之力之后，在场的许多人都目露惊讶之色，哪怕星陨八仙的目光也是有所变化。因为在大千上界100岁以内的小辈之中，可以成为龙纹级仙袍界灵师的人少之又少，甚至是屈指可数的，并且那些在100岁以内便成为龙纹级仙袍界灵师的人，大部分都是专心修炼结界之术的，在修武方面的成就往往就差了很多。可是韩愈他在修武方面也是妖孽级别的存在，毕竟他可是在妖孽榜上留下名字的人，正所谓一心不可二用。韩愈在修武方面已是那般利奥的，那么按理来说，在结界之术方面就应该差了不少。可是他竟然在结界之术方面也有着如此造诣，这自然令人心惊与佩服。此刻听着众人那惊叹与夸赞的声音，以及来自小辈们那崇拜与羡慕的目光，韩愈的脸上终于又扬起了一抹得意的笑容。自从夏雨儿出现后，他便一直被楚风压得抬不起头，谁让夏雨儿与楚风走得那么近？而现在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扳回一城，至少不再那般被动了。因为有一点他是能够确定的，他的修为不仅是在场的小辈之中最强，结界之术方面他也是在场的小辈中最强。想要进入迷宫阵法的，就到我这里来取求体吧。可是就在此刻，远古蛇族的长老却是开口了。尽管韩愈展现出自己龙纹级仙袍界灵师的实力，的确引起了在场之人的惊叹与瞩目，可是那位远古蛇族的长老却是不以为然。而楚风等人也不犹豫，纷纷走向前去，从远古蛇族的长老手中取下那个透明的玻璃球。记住，你们只有一次机会，从灌输结界之力开始便不能停止，若是中断，那么便没第二次机会，并且你们只有1炷香的时间，1炷香的时间到后，这球体将停止吞噬你们的结界之力。远古蛇族长老说道。这么短，那根本就不够用啊！此刻许多小辈发出不满的声音，界灵师讲求的是熟练运用结界之力，在短时间内向这球体灌输大量的结界之力，也是考验你们界灵之术是否娴熟。至于做不到的话，只能说明你们还太弱，还不配做一名界灵师。远古蛇族族长说道。呵，1炷香的话足矣。然而就在此刻，那韩愈却是淡淡一笑，随后他盘坐而下，大袖一挥，一座结界阵法便将他封锁在了其中。人们看不到那结界阵法之内的他，但是却能够猜测到他一定是已经开始向那玻璃球体内灌输结界之力了。见韩愈都已经开始了，其他人也都急了，所有人都不再怠慢，纷纷开始向那玻璃球体内灌输结界之力。而已经开始，他们就顾不得其他，因为他们必须全力以赴，毕竟时间只有1炷香而已，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眼见着在场的大部分人都开始灌输结界之力，理想三人也准备开始。等一下，可是就在三人将要开始之际，楚风却是忽然开口拦住了三人。楚风大哥，怎么了？理想三人不解地问道。别直接灌入结界之力，用结界阵法。楚风说道。可是他们，理想三人指的他们是在场的大部分人，此刻除了韩愈之外，几乎在场的人都是直接向那玻璃球体内灌输结界之力，根本没人用结界阵法，并且韩愈布置的只是一座封锁阵法，让人看不到他在做什么，也不能确定就是用了结界阵法。所以理想觉得别人都没用结界阵法，若是他用了的话，则有些丢人。别人怎么做是别人的事，我就问你们，还想不想进迷宫阵法？楚风问道。想啊，当然想，不然干嘛走这条路？理想三人连连点头。那就按我说的做好万全准备再开始。楚风说道。好，听楚风大哥你的。理想三人说道。其实换做之前，楚风可不会多管闲事，但是理想三人这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楚风若是不管他们，倒是有一点过意不去。何况他也只是开口提醒一声，无费什么事。而理想三人倒也是听话，答应楚风后，的确没有直接向那玻璃球体内灌输结界之力，而是开始布置结界阵法，并且他们布置的很是认真。见此情形，楚风也是先布置了一座如同韩愈一般的封锁阵法，先将自己封锁起来，随后才布置结界阵法。其实这封锁阵法有一个好处，能够提升小型结界阵法的力量，虽然这效果不大，可是多少还是会有些帮助的。楚风猜想韩愈一定也是知道这一点，否则他不会布置这样一座封锁阵法。封锁阵法布置完毕之后，楚风又开始精心布置另一座阵法，而这座阵法便是楚风向玻璃球体内灌输结界之力的关键所在。毕竟根据那球体的颜色不同，所得到的线索也是不同，而楚风也不知道自己能达到什么程度，可是至少他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而正因为楚风想要尽自己全力，所以他这座阵法布置的时间也是非常久的。然而楚风却不知道，在楚风全力布置阵法之际，那夏雨儿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也布置了一座封锁阵法。他的这座封锁阵法非常的大，不仅将自己封锁在了其中，还将楚风的那座封锁阵法封锁在了其中。圣女她这是要做什么啊？此刻莫说他人，就连星陨圣地的小辈们也是一脸的不解，他们真的是被夏雨儿的举动给弄糊涂了，因为夏雨儿对楚风的态度实在是太不寻常了。要知道这位圣女虽然不是冷若冰霜之辈，可她又的确拒人于千里之外，平日里想与她说句话都是非常的难的。可是夏雨儿对楚风却是这般的热情，甚至此刻竟然主动布置这么庞大的封锁阵法，将他与楚风一同封锁在了其中。他到底要做什么，着实令人遐想不断。我家圣女布置这座阵法，是不想有人知道她在做什么，所以还请在场的人莫要用特殊手段去可以观察，否则若是被我发现，休怪我不客气。新一长老以威胁的口吻说道。而实际上
的确，很多人都想用特殊手段观察一番，但是新一长老此话一出，自然也就没有人敢这么做了。至于楚风，他专心布置阵法，也没有察觉到外面的变化。而当阵法布置完毕之后，楚风便盘坐在阵法当中，开始向那玻璃球体内灌输结界之力。楚风因为准备充分，所以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奇效。从开始灌输结界之力开始，不过短短半炷香的时间，楚风就已经让那原本透明的玻璃球体化作了紫色。但是楚风依旧没有因此而松懈，而是咬紧牙关，始终保持着全力状态，继续向那玻璃球体灌输结界之力。虽然楚风全力的灌输着结界之力，但是女王大人却是为楚风掐算着时间。本来女王大人觉得楚风能够在半炷香的时间内就让那玻璃球体变为紫色，那么1炷香的时间内，楚风应该可以让其变为金色。可是眼看着1炷香的时间就要到了，那玻璃球体的颜色却依然还是紫色。女王大人的内心也是开始担心起来。人都是这样，欲望是无止境的。若是当你觉得不能让那球体变为金色，自然就不会奢望让那球体变为金色。而这种情况下，就算那球体没有变为金色，你也不会有什么遗憾，因为你本来就没有奢望过。可是当你觉得你有机会让那球体变为金色，你就会去努力去做。这种情况下，已经寄托了自己的希望，若是无法达成，自然就会失望。猛然间，那阵法发出一阵声鸣，而这一刻，楚风也是停止了阵法的运转，因为他知道1炷香的时间已经到了，楚风已经无法继续向那玻璃球体内灌输结界之力。此刻，楚风站起身来，将那玻璃球体握在了手中。看来那位长老倒是没有骗人，想要让它变为金色，还真是不容易。楚风感慨道：“不过，哪怕是你，也只能让它变为紫色。想必大部分人连让它变为青色都是很难做到吧？”女王大人说道：“理想3人，只要认真的做，应该可以让其变为青色。但是那些没有布置辅助阵法，而是直接向玻璃球体内灌输结界之力的人，怕是很难让其变为青色。”楚风说道。而就在这时，楚风手中的玻璃球体忽然闪烁出了耀眼的光芒。楚风低头观望，顿时目光一动，眼中涌现出了喜悦之色。因为眼下那玻璃球体之所以会变得耀眼，那是因为它的颜色竟然变了。它竟然从紫色化作了金色，竟然变了颜色。楚风，你成功了！你竟然成功的让它变为了金色。这一刻，女王大人欣喜若狂，那激动的小模样简直比楚风还要高兴。至于楚风，尽管没有像女王大人表现的那般激动，可是他的脸上也始终挂着那抹喜悦的笑意。毕竟这可以说是意外的惊喜。